去年12月中下旬，一位来自美国的攀登者在攀登至蒙大拿州布里奇斯山脉某峰顶时，偶遇了一对亲子雪羊。大一点的雪羊歪着脑袋看人的样子属实可爱，仿佛在说：“这两驱的猴子也能上来。”当峰顶斜阳铺洒在雪白羊毛上时，圣洁而安宁，仿佛是看到了两只徜徉在俗世的精灵。要知道，落基山脉的海拔高度绝大多数在2134米至3048米之间，有的顶峰甚至超过了4000米，并且山体陡峭，山壁上大多分布着苔藓等植被，人类不借助专业的登山设备是不可能登顶的。可是，攀登者偶遇的雪羊却对周围的险峰峭壁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绵延在美国和加拿大西海岸的落基山脉是雪羊们的主要活动地区，因此它们又被称作落基山羊。在传统认知中，轻功卓绝的生物体型应该都比较苗条，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雪羊的身材不仅不苗条，甚至有时候还显得有些笨重。一只成年雄性雪羊的体重可以达到100公斤，快接近2名成年人的体重了。加之它身披厚厚的羊毛，远远看去就像一头牦牛，完全无法将它的身材与攀岩联系起来。可是攀岩却是雪羊的日常活动之一。2005年，美国的一位著名探险家受雇于当地的一家电视台，进行关于哥伦比亚冰原稀有动物的报道。冰原形成于冰河世纪，现在全球现存的冰原除了南极圈与北极圈，也只有哥伦比亚冰原这一处了。瑞一行人抵达哥伦比亚冰原时，四周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雪地和陡峭的山峰，全然没有生物的影子。直到第二天，他们才偶然发现了雪羊的身影。当时他们正驾驶车辆经过一处峡谷，不经意抬头发现了峭壁上一个雪白的身影。高高的山谷上，一头壮硕的雪羊立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，静静地俯瞰着山下的风景。冰原上的风带着零下几十度的寒气，吹拂着它雪白的毛发。只见它在岩石边停留了一会儿，随即后腿一蹬，以直立的姿态在空中完成了180度的转身，继续向峭壁的更高处蹦去。那可是一线天中几乎垂直于地面90度的峭壁呀！可是，在雪羊的蹄下却仿若平地一般。至此，一行人关于冰原探秘行动的帷幕就此拉开。在这段为期半个月的探秘旅途中，一头雌雪羊的一天可以说是这段经历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。在众人攀登至海拔2000米左右时，偶遇了3只雪羊。2只雌性雪羊带着1只羊羔，在岩壁上寻找苔藓，舔舐盐分。正在他们架好摄像机，准备拍摄这祥和的一幕时，一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此刻的宁静。一对金雕正从远处朝这边飞来，其中一头雌性雪羊很快察觉到金雕的到来，立刻将羊羔护在了自己和另一头雪羊的中间。体积较小的金雕朝着3头雪羊俯冲下来，利爪朝着前面一头雪羊的脖子抓去，但是雌雪羊随即俯身，让金雕失手了。就在此刻，另一头金雕向中间的羊羔直扑下来，护在羊羔后面的雌雪羊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在金雕即将临近时奋力向它冲去。金雕随即受伤落地，扑棱了2下之后便放弃了这次的行动。但是主动向金雕发起攻击的雪羊也受了重伤。休息片刻之后，3头雪羊朝着大部队羊群进发。但是由于受伤过重，在行进了几公里之后，受伤的雪羊不得不靠在一块岩石上休息。另一头雌羊和羊羔纷纷来舔舐它的伤口。片刻之后，他们也不得不离去，因为在这片冰原上，脱离大部队就意味着死亡。受伤的雪羊在同伴离去后，选择了另一条上山的路继续行进。由于雪羊的表现十分反常，于是这位探险家带着一部便携式摄像机，尾随雪羊进行拍摄。他们不断向高处攀登，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时，雪羊终于停下了脚步，朝着山巅的一块岩石纵身一跃。也许是这一跃耗光了他所有的力气，他的身子渐渐软下来，趴伏在岩石上一动不动。此时的他才回想起来冰原前做的功课。
经常会有地质学家在山峦顶峰发现被掩埋的羊骨，想来这头勇敢的雪羊也是打定了这样的主意，与其葬身其他野兽的腹中，不如选择这样的方式，有尊严的死去，清清白白的来，最后让冰原上的风带走它的生机。雪羊生活的环境对世界上大部分已知物种来说已经是非常苛刻了，毕竟2000米海拔的密实高度，峭壁间的栖息环境，零下50度的严寒已经劝退了大部分猎食者，但是在它们的生态系统中仍然存在天敌，除了金雕之外，还有美洲狮和高山狼群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羊似乎是温柔弱小的代名词，可是这个标签却完全不适用于落基山雪羊，因为它们敢于正面和猛禽猛兽干架。一组架设在冰原上的镜头就曾捕捉到雪羊反杀美洲狮的珍贵影像。原本在峭壁上悠闲地吃着苔藓的雪羊，被一头摸上岩壁的美洲狮偷袭。由于美洲狮先发制羊，背靠岩壁不断挥拳对雪羊发起攻击，被打懵了的雪羊一时立在原地，至少缓了5秒才慢慢恢复过来。于是就出现了雪羊背对着悬崖，美洲狮背对着岩壁，两者咣咣撞头的场景。不过雪羊可不是什么好打发的小动物，它以体重的优势逐渐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，一个回身将美洲狮挤出岩壁，一俯身一抬头，脑袋上那对30厘米长的羊角就给了美洲狮致命一击。胸膛上被穿了2个血洞的美洲狮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再不跑，可就不是吃不到肉这么简单了。于是一瘸一拐地跑下山崖。眼见美洲狮离去的雪羊得意洋洋地踏在岩壁突出的小石块上，目中仿佛透露着讥讽。如果说遇到美洲狮或者金雕，雪羊尚有一战之力，那么遇到高山狼，可能雪羊也只能交代在当场了。这倒不是说高山狼的单体战斗力有多强，而是高山狼善于发动团队作战，他们也知道自己单打独斗不是雪羊的对手，但是他们足够鸡贼，每发现落单的雪羊，高山狼就会通过嚎叫集结一支由5-6只狼组成的队伍，他们会将雪羊赶到山崖上窝蜂的洞窟，但却不会发动攻击。这时雪羊看着狼群不上，就开始继续埋头吃草。怎料狼群阴险的围杀计划这才刚刚开始，狼群开始在雪羊周围疯狂的来回奔跑。雪羊看到这一幕，估计只会在心里骂一句蠢货，这不是浪费自己的体力吗？谁知狼群的奔跑却引发了小范围的雪崩，由于雪羊被驱赶到了窝蜂处，很容易被塌下来的冰雪压住，从而失去反抗能力，不用1个小时就沦为了狼群的口粮。不过这样的攻击也只能在冬天奏效，因为在夏天它们可以自由地在峭壁上穿梭。那么是怎样的身体构造让雪羊能够在峭壁上如履平地的？其实这样的种族天赋主要得益于雪羊的4只蹄子。雪羊的4蹄短小粗壮，蹄子周围分布着一圈坚硬的外缘，内部柔软，像极了专业的登山靴，为雪羊日常的攀登作业提供了极强的抓地力。除了身体本身的结构使然，雪羊的运动模式也支撑了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生存。来自卡尔加里大学的生物力学研究员达伦·斯蒂芬尼辛曾经通过观察发现，雪羊在完成跳跃动作的过程中，通常会通过观察发现目的地，然后用后肢发力，前肢收紧，在接近目的地时再充分舒展后肢，并展开前肢，扒拉到可以立足的岩石上，达到垂直稳步攀登的目的。当然，蹄子面积较小，也有利于雪羊在岩壁上行走时更加容易发现着力点。和普通的小羊不同，雪羊不仅有超强的战斗力，还有坚毅果敢的品质。尽管雪羊暂时还无法战胜狼群，但是熊探长相信它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聪明。由于越来越多的攀登者出现在雪羊的领地，而盐分又是雪羊每天必须摄入的成分，相较于以往下山觅盐躲避天敌的攻击，聪明的雪羊们找到了更好的代替方案，通过人类尿液汲取盐分。因此哥伦比亚冰原也形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线。每有人类来到雪羊们的栖息地参观，都会有几头好奇宝宝似的雪羊尾随而至，
从某方面讲，这算不算另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呢？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